荷姆兹海峡宽33公里，这个时候你要是派军舰去护航，就是靶子嘛。盟国想说，你美国都不敢去了，你为什么要叫我去啊？川普从头到尾，大家就看他一个人在那边自己演独角戏。他说伊朗早就完了，可你现在美国大使馆也被炸，你现在空军基地也被炸。川普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越想要做什么事，他就会说是别人要做。他想跟习近平会面，他就会不断的说北京政府传达了强烈的意愿。当川普告诉你伊朗想要跟他谈的时候，其实坦白讲，就是他要跟伊朗谈了。因为伊朗从头到尾就不会要跟他谈的。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心，在这一场战事当中，美国自己认了，这一次确实是死伤持续的扩大。而现在根据统计，有200名的美军伤亡是撑不住了。川普这时候急找伊朗想要谈判，而且还求盟友来做帮忙。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本来确实川普认为说这场战争大概就是4天，速战速决，赶快结束。结果现实却狠狠的被打脸了。这是来自于《卫报》最新披露，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自己的证实哦。美国从这一场行动实施怒火行动以来，已经造成了200名美军的官兵伤亡，当中有10个人都是重伤的。要特别注意到了200名的美军伤亡，当时在打委内瑞拉的时候，这一场战争是200名的特种部队几分钟就把委内瑞拉给拿下来了，但是这一次这么长的时间，还造成出现200名美军伤亡的一个窘境，跟委内瑞拉的那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华府是不是想要急着谈判，但是找不到人呢？因为川普自己公开说了，他想要找这个新领袖穆吉塔巴，但找了半天，美方完全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完全没有办法跟他谈判。但是川普一边又说是伊朗想谈判，一边又说他找不到穆吉塔巴，现在是不是在为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呢？委员怎么看？目前不管是这个伤亡数字200名，到川普说的他想要找穆吉塔巴来谈判，这2件事。川普是我见过有史以来最会自说自话、最有阿 Q 鸵鸟精神的一个活宝。所以呢，其实川普对我现在每天的生活来说是很重要的，他是我每天快乐跟幸福的泉源哦。就是每天看一下川普讲话，你就会笑到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川普当然提到铁板啊，他原本讲说他不会跟穆吉塔巴谈的呀，他说这个人是他不能接受的。现在怎么又要跟这个人谈了呢？而且川普从头到尾就大家就看他一个人在那边自说自话，自己演独角戏。他说伊朗早就完了，海军没了，空军没了。那你现在美国的那些基地是被谁炸的啦？就既没海军也没空军，都被你歼灭光了，你都已经赢了。那理论上来说你就不用怕啦。可你现在美国大使馆也被炸，你现在空军基地也被炸，到处都在被炸。然后川普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哦，就是他越想要做什么事，他就会说是别人要做的。比如说他想跟习近平会面，他就会不断的放话说北京政府传达了这个强烈的意愿哦，所以呢我准备要跟他见面了。他想要跟普丁会面，他就开始传达说哦这个俄罗斯有这样的想法。同样的，今天一模一样的故事啊。当川普告诉你伊朗想要跟他谈的时候，其实坦白讲就是他要跟伊朗谈了，因为伊朗从头到尾就不会要跟他谈的。就回过头来，我要讲的是说，大家仔细注意一下，在这场战争里头有3个这个角色：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不一样的。美国的终极目标，他是莫名其妙的被以色列拖进来，然后呢，他以为凭借着他的这个威吓的强大的压力，能够在速战速决的时候得到战果，就像他在玩委内瑞拉这一局一样。因为他玩完伊朗之后，他还要准备打古巴嘞，他还有别的嘞，他有格陵兰嘞，他有巴拿马，他有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他没这么多时间陷在这个战场里。所以美国原本打的算盘就是要速战速决。但是问题是，他发现他陷入泥淖里头了，没有办法速战速决。就像刚才上次哥讲的，你要不要地面部队嘛？我们在这里几个礼拜前，我不晓得思敏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讲过了，你要打伊朗，你就要有决心派地面部队。你没有地面部队，你不要想这件事情嘛。他现在陷在里头了，他出不来了，所以呢，他才会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他把全世界所有受到影响的国家都绑在了荷姆兹海峡，说你们都要派军舰来护航。那笑死了，我们都是你的附带损失是因为你跟以色列发动了这个不义之战，干我们什么事啊？你打之前没问过我们，然后我们现在受害了，你要把我们绑上你的战车。现在这是川普打的算盘，可对以色列来讲，他也没有打算停止这场战争，他就打算一次把伊朗给解决掉。
他从上一次的12日战争之后，他就已经打得意犹未尽了。要不是那个时候那个川普叫他停战，他搞不好继续会打下来啊。所以他这一场好不容易终于可以放手开打了，以色列怎么会想停呢？他就想在这一战毕其功于一役啊，把他这个最重要的威胁敌人给伊朗给处理掉。对伊朗来讲，他准备了30年这30年他做了多少的准备，就是为了今天这一战。你认为在此时此刻他会跟美国谈吗？我说过他的目的很清楚，他要消灭、彻底的毁灭以色列，他要把美国的势力推出波斯湾地区，这才是他的终极目标啊。所以现阶段不管川普怎么想谈，不管他陷入了泥淖，那个脚拔不出来了，踢到了铁板，脚痛得要命了，现在想尽各种办法，想找各种借口哦。但是坦白讲，伊朗不会买这张单的啦。所以这场战争可以预期的是会打得更久，一定要像一个绞肉机一样，把美国的这个军力、把美国的财力、把美国的人力都搅在这里头，然后彻底的把美国推出去，然后让以色列毁灭。我认为这才是伊朗最后真正要做到的目的了。好，所以确实哦，现在川普是想要停战，但是停不下来。那另一方面，他的盟友则是不想要被拖下水。那现在的关键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在荷姆兹海峡了。因为呢，川普看到现在荷姆兹海峡被这个伊朗给牢牢的紧扣住哦，所以呢，他也大动作要求了。本来有7个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一起派军舰护航，结果确实就如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盟友完全都没有领情。我们现在看到英国说这个伦敦啊没有义务要满足华府的每个需求，德国直接说这不是北约的战争啊。中国官媒牛弹琴忍不住讽刺，全世界都是目瞪口呆耶，美国你居然求中国帮忙你收拾烂摊子。那川普这个时候干脆问问自己的人好了，他就问美军为什么不能立刻打通荷姆兹海峡，结果被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场酸打脸，就说伊朗只要一艘快艇对油轮发射飞弹，整条航道就会立刻瘫痪掉。买家现在也很担心，包括全球的最大石油公司，这一家是沙烏地阿美，说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石油要往哪个港口出口。买家就说干脆我们自己打电话问伊朗，可能什么时候结束战争比较快呢？上次哥怎么看？川普现在在这次美伊战争，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对于川普影响最大的就是荷姆兹海峡被伊朗整个控制，而美国没办法突破。那它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件事情因为掐住了全世界能源这个市场的输出，被伊朗就是这样子掐住了。而且这掐住本身对于整个川普在国际间的这个面子，大家就在观察川普到底有没有能力解决。就这个海峡嘛，小小海峡，你为什么解决不了呢？然后除此之外呢，当然也因为这个石油的部分价格的飙高，虽然美国自己很多石油，但是因为价格飙高呢，美国商人当然赚很多了，但是美国自己内部的通膨的对影响，也对它国内包括今年年底的选举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所以这个影响对川普很大，所以川普很急。我们来看，他找了7个国家，请7个国家大家一起来帮忙。我觉得7个国家还是蛮有意思的，包括什么？大家知道，英国、法国、德国、澳洲、日本、韩国，小猫咪也有啊，还有中国。大家对于找中国，个人觉得匪夷所思。路边的阿婆抓来都知道，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很好，你还找中国介入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并且乱投医吗？而且你看这7国之外，就觉得啊，大概川普的眼中，印度大概没什么能力，加拿大没什么能力，所以这些他认为在军事没有能力护航的人，大概也就在这名单当中被剔除了。所以很有意思哦。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但你以为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美军不愿意做这件事情。要知道，川普一开始是说美军要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美国没有问题，而且由美国政府所自己主导投资的一家保险公司会把大家承保，光是赚这个保险费，美国政府就赚翻了，还记得吗？在此之前，他的这个东西，可是问题是，美军自己打脸川普，就是不愿意去护航啊。因为这结果下，所以才出现我们刚刚谈到这7国，川普求他们，或者是就是希望大家，连中国他都求了哦。所以整件事情对荷姆兹海峡这件事情，就是在不只是这种国际能源上的影响。对于川普来说，伊朗战争、美伊战争究竟要不要打下去？很多人劝他赶快说赢就赶快退，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真正的卡点，我认为卡住的是这里，远比现在包括美国跟以色列轰炸伊朗，大家打来打去，我觉得还要更深邃，而且对川普的这个整个影响性非常非常大。但这个荷姆兹海峡，你说能不能攻下来？其实应该还是可以，以美军的力气，如果他下定决心。但问题是你要付出多少代价，死多少美军？而且现在对伊朗的一个忌惮之处，就是伊朗现在这50几国打下来，大家就觉得天哪，
怎么这么准？是北斗卫星还是俄罗斯的卫星帮忙？以前伊朗没有这么准啊，所以就是说，荷姆兹海峡现在可能只是他们的火箭炮，还不要说导弹，它的火炮可能就准到可以把你的船都打翻了。而且，其实，在伊朗在这一阵以来打了一些这些油轮不守规则的，算也打了超过5艘以上，就是准的把你打到。所以，这种贺主性使得美国现在整个在荷姆兹海峡里头真的是一个死结哦。美军自己如果不愿意介入，川普重点。川普逼美军，最后美军也不愿意介入这些将领，这就使得这些外交球7国都没有任何的帮助。好，同样的问题，干哥又怎么看？那另外补充一下，美国财长这个时候又说要放行伊朗的油轮，到底又是为什么？到底是伊朗放行你的油轮，还是你要放行伊朗的油轮？这个问题不是这个好像用纸之矛攻纸之盾，我觉得这个很瞎掰，你知道吗？这个不重要，重要是川普，我帮你算了一下，你请7个国家来帮忙，他们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有理由吗？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每个人的理由都很正当，都很堂皇，没有规避，也没有什么好啊，接不到电话之类的哈，他也没有这样子。那我可以告诉你，与其请这些人来帮忙，你不如自己派兵去把这个荷姆兹海峡的北岸，就是伊朗领土给占下来。不过我跟你估计一下，长度约800公里，你要派10万兵才可以攻得下来，你还是可以守得住。你还要随时你看着大海，你要随时防着伊朗从后面偷袭你。所以弄到最后，你还是要自己出地面部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只是请这些你的盟邦出这个海军来护航，还不是派兵哦，那个差很多。护航跟派兵是2回事哦。就法国第一个怎么讲？法国说要等到战火平息，我们才会考虑。那等到打完，我还要你法国来干什么啊？他不是马克宏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实在是觉得他在很有趣。那外交辞令归外交辞令，对不对？可是你要讲笑话，你要编个草稿嘛。连草稿都不打，我等到战火打完了，我们就会去护航了。那打完了还要护航什么？英国说的英国说的川普是最切心的，你知道？就是说最失望了。英国说，我们没有办法事事都跟随着美国的意见来走啊。这句话我觉得斯凯尔讲的很硬啊，对不对？听的人都觉得说，哇，你胆敢跟你老美兄弟这样子讲话，这些人都已经讲了啊。德国更是讲了，德国说我没有，我们不介入啊，我们不会去介入啊。韩国说的更奇妙，南韩说，我们会审慎评估，审慎评估就是，不可能，我不会参加。所以大家看了这些之后，我先跟各位讲，14号的时候，就是几天前，荷姆兹海峡终于1艘油轮都不敢过了，没有1艘过去了。前几天我们不是在这个上个礼拜还可以听到说，有什么油轮硬闯过去啊，一天就可以赚100万美金啊，所以他们硬闯啊。后来他们看还是不要硬闯好了，你知道，因为整艘船沉了的话，那更可怕。所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告诉川普说：“总统，请你不要再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封锁荷姆兹海峡了，因为只要有一个伊朗兵，他一个人坐一艘快艇，然后冲到20万吨的超级油轮前面，当着这个船员的面，把吸附式地雷放在那个油轮的身上，然后它一爆炸，我可以跟你讲，他一个人就可以摧毁上100万美元的石油一艘船。”所以这个是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防不胜防的意思。如果你真的要封锁荷姆兹海峡，你要付出这样子的代价，但是伊朗他用很低廉的方式，他就可以达到破坏你的封锁这样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美国他们就不是美国啦，这应该严格来讲是川普的异想天开。他说：“赶快啊，美军你怎么不能够做呢？美军的航空母舰还连。”美军航空母舰现在在哪里？在红海，在比阿拉伯海还更远的地方。为什么？那会被打到，你知道吗？所以说他在红海，他不敢进入阿拉伯海，因为进入阿拉伯海就进入射程，进入伊朗飞弹的射程，所以闪一边。我不可能会拜托美军舰队指挥官，他不是傻瓜，好不好？他怕水雷，也怕飞弹，所以在不要损失自己的兵力的情况之下。由美军自己来护航，这是最笨的点子。刚上次讲的对，我们自己还派船去，应该是你们盟邦
要来帮忙才对。可惜天算不如人算，川普的如意算盘还是打丢了。而且因为那些某猫又不笨，刚才上次哥就讲过了，荷姆兹海峡宽33公里。然后呢，只有2条水道的深度可以让邮轮通过，每条水道的宽度不过3公里，所以呢，一个进一个出。这个时候你要是派军舰去护航，就是靶子嘛，就进去就当靶子被打了，怎么可能？然后你说叫其他的盟国想说你美国都不敢去了，你为什么要叫我去啊？你好歹如果说你美国去走了2-3趟，看起来还蛮不赖的，那我们大家就顺便走一下。你自己都不去了，叫我们去，就死道友不死贫道就对了。这个故事就是这么简单吗？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东局势，我们要赶快来聚焦。现在伊朗炸了荷姆兹海峡这边之外，现在会出动亮相的2款新武器，今天会带观众朋友特别来看到，包括了尼什飞弹，还有这一款是 AI 的水下无人机，全部都要上战场吗？接下来也会关心到是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部分，美军现在希望组成一个7国联军一起去守护荷姆兹海峡，但是盟友现在都躲着不动作，等于是美军自己要孤军护航吗？川普还拿川习会来做威胁，中国、中俄是否也卷进了这一场战争的火药库？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是这个伊朗革命卫队15日发动了新一轮54轮的真实承诺4的一个行动哦。首度就是动用到了尼什这一款中程弹道飞弹，打击的目标包括击中了以色列和特拉维夫多个城市。当然，现在以色列它的这些整体里面的死伤资讯是完全封锁住的，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真正得知。但是确定的是有击中这几个地点。这一款尼什飞弹因为是首度亮相，也稍微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它的小档案，包括它是固体的燃料飞弹，射程落在2000到2500公里，可以做随时的机动发射，准备时间相当的短。那么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击中了以色列的要害。再来看到第2款，同样也是首次亮相的，就是它的电动水下无人机了。这个是阿兹达尔，搭配 AI 作战，最关键的地方是它是做锂电池无声的，可以在水下潜伏最长时间达到4天。作战的范围超过了200公里，现在被解读会被美军视为是它在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新噩梦。这2款武器应对到了来自于伊朗的威胁，来看到美国方面也有所动作了，派出了是从这个海军陆战队大约是2500名的士兵之外，还包括派出他的这个两栖攻击舰，这个是迪黎波里号前往中东地区。另一方面，现在呢，川普也拉拢他的盟友们，总共是6国的盟友，包括了中国、法国、日本、南韩、英国，要求他们派自己的军舰来护航荷姆兹海峡。而目前为止，只有日本一国是稍微有回应，说这个态度是审慎来做考虑，其他国家几乎是默不作声，或者是说不愿意加入啊。再来，川普威胁的对象还有北约国家。他说，如果北约你接下来不协助我们来保护荷姆兹海峡的通畅的话，将会非常糟糕。并且呢，他也说了，原定我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这个峰会，现在碰到这种状况是可能延后的。伊朗革命卫队则是发出了最新声明，美军有种就把你的军舰开过来吧。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伊朗的这2款武器，刚刚讲的尼什弹道飞弹，还有这个 AI 的水下无人机阿兹达尔，战力有多强？美军能守住这个荷姆兹海峡，那么避免成为海上噩梦吗？吕舰长怎么看？这个尼什跟以前它的弹道飞弹最大的差别也就是这么长的一个射程，可以远达2000到2500公里，但是呢，以前的通通都是液态的这个燃料，那现在这个是固态的。固态跟液态最大的差别，也就是固态只要它完成举升之后，它立刻可以发射。那液态的话，它要先加注燃料。那加注燃料其实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那而且呢，它这个燃料车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那如果我们来看这里面没有一款飞弹是尼什那也就是我们是做出比较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以前的例如说距离比较短的，那它的这一个多半都是固态
态的。那液态的话呢，我们感觉起来它的射程比较远。可是呢，实际上来讲，它的缺点我刚刚已经提到了。那这一个距离，我们讲到说，其实它到以色列啊，它要攻击以色列的话，其实它并不需要这么长的一个射程。那它为什么还要用这个2000到2500公里的射程？最主要的，也就是它要那个速度，也就是当我的这一个弹道飞弹呢，我的弹道的那个塑造越高的话，那其实它返回的速度越快。那也就是像我们刚刚拿的这一张啊，也就是当那个它直接打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它的速度其实会让以色列现在所有的，无论是爱国者萨德或者剑士2、剑士3，完全没有办法反击。而且它再配上我们讲到这一种也就是见证者136的这个无人机，其实这就进行一个饱和作战的话，那其实就是这种攻击模式，其实会造成这个战斗系统的饱和啊。那另外我们讲到说这个阿兹塔尔的这个电动水下无人机，那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说它是真的是攻击，还是它只是现在拿出照片来做一下这一个进行认知作战，让大家觉得害怕。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型别来讲的话，现在大家都拿 AI 来说事啊，对，大家都说 AI 怎么样，可是 AI 它需要学习，那它需要蒸馏，那它才知道这种攻击模式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来对比啊，说之前这个在泰国的货轮被打到的这个状况，因为它有比较清楚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部的照片，它在水线之上，可见它不是被这一个水下无人机打到，因为如果是水下无人机命中的话，它的洞就在水下啊。那而且呢，那为什么会打到这个位置？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啊，这个流体力学来讲，它到达这一个车叶这个部分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上扬的部分，那是因为车叶的旋转造成的一个吸力啊，所以它会直接撞上这个。那它撞上车叶或者是舵轮的话，实际上来讲也瘫痪了它的可能性。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个阿兹塔尔，那当然我们对于伊朗啊，不能够太为小看它，因为其实它的大学或者是它的研究机构，而且凭借着它被这个经济封锁这么多年了，它还可以有现在的这种打法，平均一天发动3次的攻击啊。那如果这个的话，那它必须，如果我们讲说一个水下无人机，它要能够成功的攻击，除非是它在空中有这一个无人机的配合，不然的话，它就要有非常完整的，无论是在声学或者是有关于说这个船只通过的压力的特征，或者是我们讲到说这一个有关于这一种部分的除了压力还有磁性之外啊，我们来看这个是去年啊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所展现它的一个囊夹式的一个水雷，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头上面啊有非常多的这一个征收的装置。那我们如果说按照它的构型来做分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白色是一组，黄色是一组，红色是一组，也就符合我刚刚讲的有关于声纹或者磁性还有压力的部分。但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霍姆兹海峡哦，那是不是能够掌握？其实跟海流有关啊，你要放什么水雷都跟海流有关。为什么之前放水雷都不会跑到印度洋去？因为它这外面是有涡流的，也就是它绝对都会被挡住在这个里面。所以任何一个沿岸国家要使用水雷或者是水下无人载具的话，必须要对于水文或者是你的对手的声纹、压力、磁性要有一定的了解。好，美国现在面对伊朗的这一场长期消耗战哦，还包括了水雷战，甚至伊朗寄出的各种的黑科技武器。那美国方面呢？美国最近找上了这个说要组成的6国联军，一起来守护荷姆斯海峡。结果
北约对他冷眼，那日本还稍微说，我会考虑一下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一群盟友现在只能旁观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请教委员。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军派的这个迪黎波里号，它的战力到底为什么急派从日本派过来？委员怎么看？我先说明一下伊朗的武器哈，尼什这一款弹道飞弹不是新的东西，是2008年就试射，2009年就服役，只是他没有拿到战场上来秀而已哦，差别在这里哈。它没有特别先进。我们知道现在战争最大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防御的东西精准度要非常高。比如说你要打下一个尼什导弹，你的蓝翼的飞弹必须准到分秒不差。但是攻击的导弹，它的攻杀范围就非常的大。反正我打不到你左边，爆炸范围影响到你右边就可以了。所以有攻击的武器容易做，拦截武器不好做，所以拦截的武器成本非常高，攻击的武器成本非常低，相对而言，所以变成说我的攻击的武器量够的话，那你拦截的武器基本上效果不会太好。那这句话供那个台湾之盾做参考，是有这么一个特色在。那这个从战略来讲哦，你要这样看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维持一个霸权，它靠什么？当然你说啊，飞机啊、军舰啊很厉害啊等等的，这我们不否认。但是主要是它在3个地缘政治上都它控制住了。第一个就是荷姆斯海峡，第二个就马六甲海峡，第3个就是巴拿马运河。如果这3个重要的战略支柱有任何一个被其他人所控制，美国的整个战略布局在全世界战略布局就崩溃了。那荷姆斯海峡现在就其他国家来讲，它是冷眼旁观，因为他们无能为力，还在看美国有些什么战略布局或者战术活动。对美国来讲，他现在派海军陆战队干什么？就表示他有期待要占领荷姆斯海峡上面的所有的小岛。但这是不是长久之计？我个人看法，光这样占领是不够的啊。所以其他国家会觉得，你就派这一点军力，你能干嘛？我去护航，不是被打趴吗？因为在这种地方哦，防守的成本高，攻击的成本低，防守的基本上来讲的话，你风险高，攻击的风险低。就刚才我讲那个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色。那你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谁要帮忙，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哪个人帮忙，你也要面对同样情形啊，风险成本高，而且效率可能很低，而对手呢不风险低，成本低，你那个你使这样2008年出来的那个技术水平，基本上成本不高。那你那个什么水下无人机，那其实就水下鱼雷啦，那个程度不能跟93大阅兵中国大陆拿出来那个来比，那差太远了啊。所以当然我们也讲过它很厉害很厉害，可是还好啦，因为这荷姆斯海峡哈还好啦哈。那所以你其他国家为什么我去你这种战术，我一看就挨打的局面，我干嘛去啊？这是第一个现实问题，我的成本高，风险高。第二个问题在说，你这个战术要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在荷姆斯海峡跟他对垒，根本不是办法。你要怎么样？要把战争的重心摆到德黑兰去，你才有赢的机会。这个很简单的战略道理，我都看得出来，其他人看不出来嘛？什么意思？你想想看，当时南斯拉夫为什么会妥协让步投降？就是你轰炸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轰炸几天？78天。那你利比亚为什么格达费会下台？利比亚的军队会撤出，因为你轰炸利比亚的首都迪利波利，轰炸多少？272天。因为你轰炸他的首都核心，其他的反对力量的军事力量才能集结嘛。你今天不是啊？你今天跑到外围跟他们的这舞文弄墨，怎么在跳舞啊？所以这种战略本身就是会输的。那你说美国有没有能力轰炸这个德黑兰？那 piece of cake， 但是政治的限制让美国做不到，这是美国的问题。就是说，美国会很多人问啊，你为什么轰炸德黑兰呢？你为什么呢？好，所以川普一启动这个战争就没有想好，他本来是想要捡便宜，就是我把你哈米尼炸掉了，革命卫队领导炸掉，国防军就会起来政变。哪知道他一直呼吁国防军接管政府，
国防军不敢。为什么？你就凭这样一次轰炸就能够使革命卫队退缩？那是不可能的。他的规划者从来没有去想过，比那个利比亚的能力比德黑海还差他都轰炸272天啦，那你贝尔格兰都还轰炸78天呢，那你德黑兰这样怎么可能？所以要让伊朗从荷姆斯海峡撤退，必须要对整个伊朗进行空前未有的大轰炸。那如果你美国做不到这一点，那你政治上的限制，让你不能做。他其实不是军事能力绝对做得到，他只是现在政治上不可能让他做到。那做到的点就是说，让伊朗到达了什么？这个所谓斩杀线。伊朗的经济、财政还有他革命卫队的实力，在什么样轰炸条件底下会掉到斩杀线以下？那你这个时候伊朗才可能从荷姆斯海峡退。所以你没有这个条件，只是要去荷姆斯海峡做一种防卫作战。那稳输的，那稳输我干嘛跟你赌呢？那如果你看他稳赢了，我跟你讲争先恐后啊。好，现在美国基于政治的原因，在没有办法直接轰炸德黑兰本身那变成骑虎难下。现在伊朗看在眼里，则是持续的对美国挑衅，就是说你有种就把你的军舰开过来吧，还说呢我背后还有中俄可以做帮忙。杨老师又怎么看？我们在过去的战争或者是安全议题上有一个法则，它叫做不对称法则。那也就我们通常讲的不对称战争。可这个不对称不是单纯的只是强弱之差哈。如果弱到你实在是根本不可能去做任何局势的影响，你基本上只是弱而已，而不会构成任何不对称能够去扳倒就是强弱之差。然后呢，有胜出的机会，一定要有胜出的机会，你才会有不对称法则的这种就是运用。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可能是在强方，因为强方它拥有的这个就是条件可能本身内部有它这个问题，所以它没有那么强，它看起来很强，但没有那么强，它怕的这个损失，它怕的代价，它怕的成本。会造成他自己本身行动的限制，所以他这里面会出现不对称法则。现在在伊朗跟美国的战争当中就有不对称法则。第一个在地缘上，那刚才蔡委员讲了，这个高山的，你要去打地面战争其实有它的困难。那同时它又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人口将近1亿，然后60%的人是波斯人。那第二个不对称，它是军事上的不对称。美国不是很强吗？在这里，但是美国能够把所有的武器都搬到这里来吗？那最重要是弹道飞弹跟无人机的确到目前为止，美国以色列也招架得很辛苦。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第3个不对称，那就是能源。能源不只是荷姆兹海峡的这个关闭能源更是就是伊朗跟海湾地区国家的这些炼油跟输出的设施。所以你看川普打了半天打哈尔科岛，他不敢去打那个炼油设施，为什么？你打他，他打你，他打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的这些炼油设施，那荷姆兹海峡也不重要，因为没有油可以运出去了。所以如果你一旦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地面部队或者是轰炸行为，可能这个炼油在这种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就变成一个代价，而这个代价可能大概不是美国或者是世界愿意付的。针对这场战争，没有想到现在是副总统范斯要带头造反了，捅刀川普。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美军现在的最新伤亡数字，我们也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到最新的数字，来自于美国国防部的证实。他说目前是7名美军阵亡，另外140个人受伤，当中8个人伤势是重伤，非常的严重的。会不会影响到期中选举，拉起了警报呢？共和党现在也在分裂切割，要自保。我们今天就这些政治议题一起来看看，对于美国国内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好，来看到的是，确实这场战争已经影响的就是美国政治的分裂了。川普自己坦言的，他说他现在跟副总统范斯在伊朗这场战争上面的问题已经完全的不同调了。因为范斯他主张的是，美国你不应该这么多的介入海外事务，应该减少对于海外的军事介入。美国不应该再让自己陷入在中东的战事的泥淖当中了。那么最新消息，我们也来看比较敏感的事情是来自于美国媒体最新的爆料，内部在白宫出现了权力斗争，也就是范斯跟他的司法部长疑似透过公开爱普斯坦的这个档案来对抗川普，而川普知道之后，当然绝对是震怒了。他说，如果自己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被迫下台的话，他会摧毁范斯未来的总统之路。川普不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他也有具体的行动。他的行动就是选在原本就不挺川普的海湖俱乐部的金主面前。我们来看到他来到了海湖俱乐部讨论2028年的总统接班的候选人。那么可以看到是当天晚上这一些的金主几乎是一面倒的。大家都是比较支持卢比欧，远高于范斯的。现在其实共和党内面临非常大的期中选举的一个压力，又再加上范斯现在公开唱反调，难道范斯已经在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铺路了吗？这一枪出来，接下来对于共和党还有期中选举的冲击又有多大？岳老师怎么看？我看了一下报道哈，就是说那个 Halfway Post 当中这个消息当中我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这里头的话呢，有几点是可以谈的哈。首先，第一个，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个川普打这场战争呢，里面出现了非常吊诡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这个美国人的话呢有意见，像 F-15这么好的战斗机，舍不得卖给我们的，居然被友邦科威特自己打掉3架那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解释。你说打掉1架的话呢，以前 F-18大黄蜂掉下来，大家可以了解就是友邦误击，那连续误击3次，那你就这个真的是到目前为止，我问了所有的人得不出来，因为说句良心，我们不是军事记者，但是我们会了解到。第二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这段时间的话呢，卢比奥出现的几率比范斯多得多。范斯基本上成了隐形人，都没听到。那原来司法部长叫邦迪也不见了，原来都是很捍卫。邦迪前一阵子的话，还是为了这个爱普斯坦案的话呢，跟这个美国国会大吵一架，吵得非常凶那但是呢，现在呢也好像都没有出现了。但这个消息讲呢，美国的共和党的内部出现这个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11月的时候的中期选举是美国有很多人要选举，要选州长，要选众议员，那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他怎么选对不对？大家据说就是说可能会掉他的位置那么这个川普变成跛脚，几乎是已经确定的事情。那美国的川普总统第2任变成跛脚的话，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干了每一件事情，他起码就会被遭遇到我初步保守预估，他会被弹劾250次。这个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因为这个的确就这样子。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呼应一下那个伊朗本身人家是一个3000年的一个民族嘛你在现在的话呢，你越打。我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忍心讲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时候，那个历史的痕迹让这个民族透过历史的解释会变得更强壮。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是1寸山河1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朗朗上口？伊朗现在就是这个局面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美国的话，250年大家只急着发财，那怎么拼了？所以为什么长期来讲，没有美国总统不想打伊朗的，那只有川普敢。然后呢，伊朗本身来讲呢，这个哈梅内伊呢，他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压制住伊朗的话呢，就是封锁荷姆斯海峡。现在这2件事情在这个礼拜都爆发了。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善了。而且川普自己发明个无条件投降是由他来定义的。那他自己讲说他要结束，那怎么可能？我告诉大家，伊朗的结束方式就是所有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全部滚蛋。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这场战争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嘛，持续的影响到美国自己内部共和党的政治分裂。那还有哪一些呢？等一下请聂老师持续的带我们看。现在在美国可以说整体都烧起了民众的怒火，民调也显示了现在60%的美国人其实都是反对伊朗动武的。而且呢，现在这几天可以看到，包括了在50多个城市在美国已经爆发了反战示威，大城市当中
中包括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到芝加哥，民众都高喊停止战争，痛批川普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并且这一股抗战的反战的风潮已经蔓延到欧洲了。伦敦街头数万人同样的是走上街头怒火，加拿大多伦多示威者则是在美国的领事馆外抗议。再来，欧洲的政府也跟美国保持距离。西班牙说不会成为这一场战争的帮凶，这是共和党最大的政治炸弹了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人生、国家或任何人都应该遵守人生的2个红线。第一个呢是道德，第二个是法律。可以看一下川普现在的行径行为，他有遵守任何的道德吗？他有任何法律的规范吗？完全没有啊！所有东西国际法他说了算，人家所有人用国际法束约他，他说我不认国际法，那个法都不算的。反正他说了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请问从道德和法律的标准之下，除了很怕他，必须好像这个卑躬屈膝来听他话的人，请问会不会反感？因此，不管内外，都一定会有很多反对声浪，甚至一些中等以上的强国，过去都是白皮肤白种人，跟他这么友好的一些国家，为什么一一到我们的对岸中国去？这个不要说示好，带着这个经济财团这样子去做一些经济的互惠。就是因为大家对现在美国的所有的行径已经没有办法接受。当然，只要稍微有良心道德的美国人也好哈，或社会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良心人士，你会发现，就一定会集结人去反他的行为，甚至已经牵扯到了这个行为就是整个美国的动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问题很大。当然，从美国政治体来讲，当然川普的行为，当然他就是一个共和党、民主党的对峙，在共和党从一个政治素人已经拔擢出了变成总统，而且任了2任。分开的2次的1任，这个总统呢，如果他做得好，其实他的魄力能力其实是被大家肯定的。但是因为他做的是很多道德和法律上的疯狂举动呢，造成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因此，当然自己共和党的政治负担就非常之大。民主党当然这就可以有机会见缝插针。所以以川普来讲，不管在任何时候的反复常的话语，或很非常自豪的话，只报人家之短永远讲自己之长，把自己的这种弱点藏起来的这样的问题，一定会出问题。各位，我先要讲一个东西，你知道我稍微研究过川普这个人，他在年轻30几岁的时候，他常看电视，很关心政治，他以前就想选总统，而且说他一定选得上。各位你要知道，他当时我爬搜他最讨厌一个总统是尼克森，他觉得尼克森做得很烂而且被弹劾下台嘛。但是他最欣赏的总统就是雷根 Reagan。他40几岁的时候，你可以发觉雷根从1980年到1982年，他很多行径都在学雷根，包括你知道广场饭店他会买下来，是因为广场这个1985年9月20号跟这个美日英德法5个国家开了广场饭店协议之后，他在2年3年后把它买下来。你知道他去拜访雷根的时候是带着什么眼光？连续去了好几次，你去稍你就知道，他一直很多路线都跟雷根走，他很讨厌尼克森，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有一部电影就叫《尼克森》，就是尼克森。尼克森当时被人家反对，就是做了一件大事。为什么？大家知道越战1955年到1975年20年，这之间尼克森1968年上任，他做了什么事？他上任以后，他做一个动作，说打太久，他消耗战太强了，我们没办法接，我要撤军。这是好的。结果呢，他偷偷做秘密行动。1968年说要撤军，是暗地就跟川普一样，表面说撤军，在1970年相反做了一个叫 linebacker 的行动，叫做后卫行动。你要干嘛呢？去扩大秘密轰炸柬埔寨、辽国。为什么？他这个因为北越南越的战争，他为了南越要去去封锁那个胡志明小道那个北越的地方，他就乱轰，就轰了以后，就像现在他打伊朗一样，召集群起激愤，你知道吗？愤怒，而且非常多的美国人在里面也是一样反抗，就像你刚刚讲的，现在美国人也是反抗只是当时呢还在校园，因为反这件事，反他的秘密行动扩大的。这个秘密去炸这个柬埔寨、辽国，而在校园开枪，还死了好多人。尼克森当年的事情呢，也因此呢，被非常多记者在挑衅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撤军，还去扩大去攻击柬埔寨、辽国的事情。他不是发生在他身上吗？你不觉得在政治就会产生很大的负担吗？你觉得他还能够撑多久？我真的是很怀疑啦。但是当然，他现在所有的政治内阁全是中心内阁。他原来把他自己封锁的死死的、好好的，对不对？这个防线的确很强。可是你知道，全部都怕他了。你知道这一次我觉得最恶心我来形容的一件事，各位我不知道，那应该不是 AI， 如果是 AI 我就要道歉。川普呢，人家问他为什么把一个小学炸了死掉160几个、170几个，如果这是真的话我这样讲，他讲什么话呢？他说不是我们炸，我们发现的是他们自己炸的。
结果假设是真的哦，你知道这个话绝对是假的嘛？然后他为了要证实，他不能自己讲，他就马上跟那个赫塞斯战争部部长讲，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各位去爬一下，他说对，是对方炸的。你不觉得中间那个中心到完全没有道德，完全没有基础，胡乱把世界搞得一塌糊涂？你觉得有道德良心的人能再继续支持川普吗？就算你能力再，就算你再有钱，就算你再有 power， 就算你再要 MAGA 把 America 要 make great。人家已经没有办法接受。好，所以现在其实面临很快的今年的11月份期中选举，川普除了面临自己来自于人民内部非常大的压力，还有甚至是共和党内自己内部人士的压力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压力则是来自于全球会给他的压力，也就是这个能源市场的压力。因为荷姆兹海峡现在几乎瘫痪了嘛，国际油价狂飙。虽然美国是很重要的产油国之一，但是确实它有1/3都还是仰赖进口的，也代表是说这个国际油价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到这个川普的，那么也会让美国的经济受到波及，尤其是《纽约时报》最新也报道了说，这一场战事继续的下去，那么影响的就是通膨了，可能从2%今年升到4%，经济成长率从2.4%，今年预估会下挫到只剩下1.6%。川普还能打这一场不对称跟伊朗的这个战术吗？干哥怎么看？我要在历史上面留名，这些都可以被牺牲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哈，你有没有想过，美国自己本身是最大的产油国啊，对不对？其实老实讲一句，伊朗他把这个油路给封了，然后把荷姆兹海峡给封锁了，那川普为什么要怕？好，我现在坦白跟各位讲，因为美国自己本身身为最大的产油国，但是它仍然需要靠1/3的油来进口。为什么？因为美国所生产的油大部分都是轻质原油，就是用在汽车，生产出来的是汽油。可是你要飞机用的油，或者是柴油、重车用的油，那叫重型原油，就没有了。所以它必须要从外面进口，所以它自己出口1/3，它又进口1/3。然后呢，美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战略储备油田在哪里？在路易斯安那跟德克萨斯州的地底下。在就是盐湖，它外表都就看起来就像盐沼一样哈，就是盐池一样。那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那是个很干燥的地方，很容易储藏这样的那个石油，经久不会变质这样。那问题是，你知道美国这个最大油田可以储藏多少吗？它4座油库可以储藏4.15亿桶，平常。如果要打仗的话，共可以存7亿桶，这就是他们准备要打仗。现在他们没有达到这个数字，现在大概在4亿桶上下。那可能这样子大家没什么概念。我现在就讲好了 ，IEA 就是国际那个能源总署，它自己本身有32个会员国，那这32个会员国，美国除外哈，32个会员国加起来是多少？它有多少储备？12亿桶。美国的7亿桶就占了人家的1半有多，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它自己本身它是产油大国，但是它也很被动遭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嘛，它要进口也要出口，所以那个油价不是那个什么全国连锁加油站可以决定的，不是这样。那完全要看国际局势以及经济态势。跟国际现实，这些很多复杂的原因加起来，你才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为什么几天之内冲到100，它会再往上冲的。现在听说到113掉下来一点，可是它明天又会再涨上去。其实到$120一桶就已经是美国的一般中小企业的负担上限。大家就看到说，在这个情况底下，荷姆兹海峡如果没有早日开通的话，对于全球影响很大，对于美国自己本身的影响更大。所以我认为说，川普在这个地方，他总是到最后一定要听一下，拜托卢比欧跟你讲的，你要听一下嘛，对不对？的确对我们国内的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时候，你那时候 GDP 你就不能不管，就国民的感觉你就不能不管，因为那也牵涉到你跟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会使你的那个贸易额跟那个指数下降。那对于美国来讲，对于
中层老百姓占大多数来讲，对于他们的收入一定有绝大的影响。这就是海湾战争、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所造成的结果。